多次的重拳打到了玛丽莎·皮勒斯。皮勒斯在边角呢，但是没有退出来的意思。好，他好像是主动好像是应该是不行了。里面同一局里面第3次就会结束比赛，是的。但是同一场比赛里面需要到第5次啊，又一个前手的平勾，后手，又一个前手，继续又一个前手。这时候克琳娜要出来啊，在这个死角当中就会很被动。不行了，岔气了。他打法强硬，堪比女版邱建良，对手在他面前纷纷败下阵来，被揍得头都没办法抬起来。她就是 KO 女王汪可涵。因为观看电影《少林寺》，汪可涵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05年进入塔沟学习武术散打，2年后他就进入河南省散打队，与知名散打运动员张开印、上官鹏飞师出同门。2010年他更进一步入选国家队。2014年他登陆昆仑决，连战连捷，被誉为 KO 女王。在巅峰的时候，曾经是排在了昆仑决第1的位置，不仅获得了 WLF 56公斤金腰带，还是昆仑决的世界冠军，以及 IPCC 60公斤的世界冠军。这让汪可涵成为了女子格斗之中的绝对强者。我的汪可涵，安保选手葡萄牙。2016年1月23日，汪可涵对阵葡萄牙名将玛丽莎·皮勒斯。比赛铃声敲响，两人都打得十分的谨慎，并没有轻易发动进攻，都是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对方。就在大家以为比赛会这样进行的时候，汪可涵趁着对手进攻的时候，一套拳腿连击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玛丽莎被打得不断后撤。技术背景。汪可涵后来到荷兰去做过训练，然后在欧洲训练以后，打法更加男性化。是的。看汪可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多的主动进攻，但是皮勒斯同样也是在寻找防守反击的机会。所以汪可涵可能从玛丽莎一个扫踢之后，汪可涵则是趁机贴身近战，和对手进行拳法的对拼。可以看出来，玛丽莎在拳法的对拼上完全不是汪可涵的对手。她也很聪明，立马拉开两人距离。你不想和我拼拳，我偏偏就让你和我拼拳。汪可涵不断压迫对手的活动空间，不让玛丽莎拖住自己的进攻范围，将其堵在围绳边上，又是一顿炸裂的拳法输出，打得玛丽莎十分的狼狈。对于皮勒斯来说，这场比赛能否在 KO 女王汪可涵面前展现自己葡萄牙的最高水平？这场比赛双方有什么样的发挥？第一局比赛30秒的时间，双方呢并没有。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汪可涵占据极大的优势，接下来他只需要慢慢累积自己的优势，就可以稳稳地拿下比赛的胜利了。但汪可涵显然不会满足于此，咱们接着往下看。我们看到王伟豪是在汪可涵的边角进行指导，前手平勾来自于汪可涵。在步伐的移动方面，两位女将都是非常好。第二回合，这个汪可涵好像这个刚刚恢复比赛第一局，我觉得他打得不够放松，也没有完全热起来。是的，我们看到双方的第二回合开场，汪可涵是明显加快了自己步伐跳动的节奏。比赛来到第二回合，汪可涵开始加快了进攻节奏，上来就是一套拳法连击，再次将玛丽莎逼迫到了围绳边上。紧接着利用自己的拳法优势，将玛丽莎堵在绳角进行输出。漂亮连续拳的进攻，这是汪可涵似乎找到了机会。这是这个汪可涵的打法，连续拳，连续的重拳。皮勒斯现在是疲于招架，而且被汪可涵挤在了绳角。连续的重拳，汪可涵的重拳打到皮勒斯，连续。这样有可能KO对方。这是典型的汪可涵的打法。好。对方必须搂抱他才能避免这种打击。是的，在昆仑决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没有站立强毒的，只有说是倒地被真正产生实质影响的时候，我们才给这个强毒。这次比赛更加惨烈了。是的，在汪可涵几乎疯狂般的进攻之下，玛丽莎根本没有机会逃脱，只能沦为汪可涵的人肉沙包，不断的接受汪可涵拳头的洗礼。最终，汪可涵一记爆杆重拳，玛丽莎再也扛不住了。蹲在绳角半天缓不过劲儿来，结束了。左勾拳的击杆、打杆、击腹的动作，应该是无法再比赛了。
这个教练他的真的教练意见。还要继续比赛的选手也够顽强的。是的，看双方这一轮。比赛重启之后，汪可涵2记拳头再次命中对手。此时的玛丽莎眼神已经涣散了，汪可涵也没有趁人之危，裁判见状赶忙终止比赛。汪可涵以 TKO 的方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2016年6月5日，汪可涵对阵莎娜拉莫斯，比赛铃声敲响，两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就是拳法互换。拉莫斯挨了一拳，身子被打晃，赶紧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汪可涵则是乘胜追击，不给对手恢复的时间，冲上去又是一顿拳法的连击。拉莫斯在汪可涵疯狂的进攻之下，直接被击倒读秒了。汪可涵的特训不是白来的，不到30秒就 KO 对手读秒了。看来汪可涵的特训不是白。比赛重启之后，拉莫斯冲上来就是拳法猛攻，试图扳回刚刚的劣势。近身之后，两人又缠抱在一起。死神啊，在给他的场下的指导。对他的对手莎娜呢，显然还没做好准备，就被汪可涵一次击倒读秒了。对，又是前手平勾，很危险啊。在这个近距离这个换拳的时候，莎娜显然很难应对汪可涵这种高频率的输出。对，而且现在双方还并没有展示他们的腿法，只是拳法互攻。难道双方是想用拳法来结束战斗？这时候汪可涵的战术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和对手进行拳法的互换。拉莫斯对于汪可涵的近身拳法显然没有很好的应对措施，这就导致两人拼拳的时候，拉莫斯处于被动的一方，频频被汪可涵的拳法击中。一旦双方有交叉，这个距离下他最喜欢的距离，又是一套组合拳呐。其实对手蓝方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近身的这种，尤其是前手的平勾，我看几次其实距离汪可涵也是很近很危险。其实我觉得汪可涵更应该把他学的这种欧式的这种交叉式打法运用出来，不只是全部都。拼拳明显不是对手，但拉莫斯还是试图拼拳挽回自己的劣势，冲上去和汪可涵换拳，结果就是被汪可涵2记摆拳命中面门。汪可涵也是趁着这个机会紧紧贴住对手，又是一套拳法连击，打得拉莫斯那是十分的狼狈，再次将其击倒读秒。西法要读秒，2次读秒。这次是一个西法，对，攻击到头部。因为打拳的时候，对方这个下潜的时候，头位置比较低，对，所以呢，汪可涵还是很快啊，把这个袭击赢了上去。之前他自己的拳法进攻也是有了一定的效果，才会产生这个袭击。一回合2次击倒对手，由此也可以看出汪可涵的拳法威力确实足够大。第2局。对方的拳路变化也挺多，有击斧的动作，对，落点很多。其实莎娜这个选手，比赛来到第2回合，拉莫斯的战术目的还是没有进行调整，就是要和汪可涵进行拼拳。其实这也是他的自信所在，拳击手出身的他不认为自己的拳法会比别人差。两人又是一波拳法对攻，虽然拉莫斯的拳法很漂亮，但是对于汪可涵来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打出这么完整的一个组合反击动作，其实很顺畅。但是呢，汪可涵确实在这个发力上啊，重击啊做得很好。对。汪可涵还是想从拳面上控制住对手，节奏上、距离上。两人又是一波拳法的对攻，但拉莫斯明显不是汪可涵的对手，脚步都出现了一个踉跄，这是被汪可涵拳法击中的表现。因为主动进攻，他一直进不入到汪可涵的距离之内。对，这个拼拳的距离很好看，在这个拼拳的时候啊，已经2次出现击倒了。对，这第2局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出现啊？因为在我们的规则里面，同一局里面第3次就会结束比赛。是的。但是同一场比赛里面需要到第5次。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中段的时候，汪可涵将对手逼入了绳角，接连3记摆拳都命中了对手。拉莫斯在挨拳之后跪地不起，裁判给其读秒。这是打在对方的下巴。
因为打到下巴之后啊，是震动脑干，让对方是瞬间没有平衡感，对，所以呢就会倒地。在毒疤之后遭到重创的拉莫斯久久无法从地上站起来，裁判见状终止了这场比赛，汪可涵以 TKO 的方式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2016年10月30日，汪可涵对阵希腊泰拳冠军科林娜。比赛铃声敲响之后，科林娜步步紧逼，不断压迫汪可涵的活动空间。汪可涵并没有秉承以往的打法作风，而是不断以步伐控制距离，慢慢试探对手的底细。而且最近长期将近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国外训练，是进行这种系统化的细节训练啊。对，所以我们看他场下指导就是著名的美丽死神，对，阿尔图路。我们看看今天汪可涵会有一个有没有一些更高的提升啊？是目前来说，汪可涵还是很谨慎啊。对，横向的移动，以退为主。汪可涵现在的打法有点像去年的魏宁辉小胖。最开始的时候，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第一局比赛的时候，他就是想先是试探到对手真正的底线在哪里，或者说他的。比赛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汪可涵也是摸清了对手的底细，于是也不再隐忍，直接一套拳法朝着科林娜发动了进攻，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哇，好重啊！汪可涵抓机会抓的真的是，对方一个低扫之后啊，连续拳的还击，2次连续的前手。从上次比赛我们看到汪可涵重拳，我们看得出来啊，确实是汪可涵在打重拳的时候啊，我们现场听到的声音有点像男拳手打在对方这种格挡手臂身上的声音了。对，而且汪可涵从上次比赛的汪可涵此时已经火力全开了，拳头接连不停砸向对手，并且将科林娜逼入了绳角。一记左手摆拳命中了科林娜，将其打得读秒。读秒了。很清晰的打中。女子选手用拳 KO 确实是很打到这种重击很少见啊。刚刚这个落点很全面，有击腹的拳，有打头的拳，有正面的，有侧面的对，一组配合。拳脚，先是脚开落。我们的 KO 女王啊，果然是真是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拳头来 KO 啊。对，连续顶膝啊，不能搂抱啊，在我们的规则里。汪可涵并不着急啊。对。又是连续2次。比赛重启之后，汪可涵没有放过这个大好机会，接连的拳法攻势不断压迫科林娜的活动空间，再次将其堵在绳角。在汪可涵接连不停的拳法攻势之下，科林娜再也无法抵挡。裁判见状赶忙终止比赛，汪可涵再次以 TKO 的方式拿下了比赛的胜利。纵观汪可涵的比赛，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的打法强硬，拳法杀伤力十足，颇有点女版邱建良的感觉。大家喜不喜欢这位选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3连再走呗。